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彩云之南系列灵凤连衣裙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裙子分为大小2个尺码以及长短2个款式，钩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部分区域的针数和行数不同，包含前后片及袖子、腰部、裙摆，先分别钩织，再进行连接，最后钩边。首先来学习前后片及袖子的钩织，需钩织相同的2片。前后片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再重新接线钩织袖子。2个织片钩织完成后，将2个织片的起针行一部分进行补平并连接，一部分进行钩边。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来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起针可以钩得松一些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针数较少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织第1行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调里山钩织，也就是锁针后方的一根线。从倒数第2针的里山，依次钩织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第1行钩织完成，下面钩织第2行，先钩织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翻转织片，在起立针左下方的针目钩织2针长针，注意反面钩织时针目在左上方。这3针算作一个特殊的长针1针放3针，往下在相邻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中钩织2针长针。接着跳过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1针长针，
接下来分别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长针，钩完4针长针。完成后，再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加针。相邻的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1针放3针。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，占据下方15个针目。接着钩织下一组，相邻的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1针放3针。1针长针加针。分别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长针，钩完5针长针。完成后，再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加针。相邻的针目，钩织1针长针1针放3针。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钩织剩余的部分。将这一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做上标记。没有记号扣的时候，可以用家里的回形针或别针代替，也可以用线标记。这样第2行就钩织完成了。下面钩织第3行，立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在针目上一一对应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短针，挑下方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钩织，不要漏掉。
第3行钩织完成。第4行的钩织方法与第2行相同，第5行的钩织方法与第3行相同。大家按照之前演示的方法，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。第3到5行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第6行，钩织4针锁针起立，这4针算作1针长长针，再钩织1针锁针间隔，翻转织片，在起立针左下方的针目钩织1针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绕线2次，穿入左下方的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依次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。接着钩织1针锁针间隔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1针长长针，跳过下方2个针目，钩织1针长长针，分别跳过1个针目，钩织长长针，钩完4针长长针。完成后跳过2个针目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3针长长针，长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，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相邻的针目钩织3针长长针，长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，完成后跳过2个针目，钩织1针长长针，分别跳过1个针目，钩织长长针，钩完4针长长针。
完成后跳过2个针目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3针长长针，长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。这样又完成一组，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第6行钩织完成，继续钩织第7行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。图解反映的是正面看到的情况，实际钩织时需钩织相反的针法，钩的是短针的正拉针，挑起整个长长针，钩织1针短针的正拉针，钩针从长长针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钩织短针，短针的正拉针钩织完成，然后1针锁针，1针短针的正拉针，1针锁针，7针短针的正拉针，完成后1针锁针，1针短针的正拉针，1针锁针，1针短针的正拉针，这一行都是在长长针位置对应钩织短针的正拉针，锁针位置对应钩织锁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第7行钩织完成，下面钩织第8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。现在织片上有2行针目，我们在后方1行针目上钩织，在起立针左下方的针目上钩织2针长针，
在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下一个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针，然后分别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长针，钩完4针长针。完成后，空一针，在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左边的针目上钩织1针，长针1针，放3针。将已完成的针法看作一组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左边的针目上钩织1针，长针1针，放3针。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下一个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针，然后分别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长针，钩完4针长针。完成后，空一针，在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，左边的针目上钩织长针1针，放3针。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第8行钩织完成。接下来大家结合图解，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继续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2到7行为一组花样循环，按照循环往下钩织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，需要断线并收好线头。钩织到一定的行数后，可以量一下高度，具体行数和高度图纸上都有标注。如果与图纸标注相差太多，建议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这样前后片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袖子，将钩织完成后的前后片正面朝上，重新接线钩织袖子。钩织方法与前后片钩织方法类似，钩织完成后断线
并梳好线头。具体接线位置，请参考图纸；接线方法，请参考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接线方法：取出对应线材，找到接线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可以直接将线勾出。如果想要接线更加牢固，也可以打一个结，然后勾出，调整一下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。小样针法随机，线头在钩织时一起收进去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这样前后片及袖子就讲解完成了。大家参考前面演示的方法及图纸，将另一片钩织完成。下面来补平及连接前后片织片。将完成后的两个织片正面朝上，起针行相对。先来补平一边，完成后在补平另一边时边钩边连。连接位置可参考图纸。我们将补平及连接的一侧作为后片，另一侧作为前片。没有补平及连接的部分作为领口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已经补平了一边，接着补平另一边。找到钩织位置，调起针行剩余的两根线，接线。另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拿出已补平好的织片，两个织片反面相对，取出钩针，将钩针从已补平织片的最后一个短针针目穿入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在接线位置钩织一针短针，这样就连接好了一针。取出钩针，将钩针从已补平织片对应的针目中勾出，钩织一针短针，这样就又连接好了一针。接着钩织3针中长针，6针长针，
像这样，每钩完一针都与已补平织片对应的针目连接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剩余部分补平并连接完成。最后一个长针钩织完成后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收好线头，这样补平及连接就讲解完成了。最后来钩织领口钩边，来回往返钩织。首先钩织第一行，将织片反面朝上，在下方织片挑起针行剩余的2根线，最右边的一针上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一一对应钩织短针。一直钩到后片补平及连接位置。到了后片补平及连接位置，在连接位置钩织2针短针。完成后，继续一一对应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行。第一行钩织完成，接着钩织第2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不加不减，一一对应钩织长针，一直钩到后片补平及连接位置。到了相应位置，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一针长针，再跳过一个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织长针，一直钩完这一行。第2行钩织完成。
继续钩织第3行，立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不加不减钩织短针，大家自行将其钩织完成。接下来钩织第4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第一个针目上再钩织2针长针，接着跳过3个针目，钩织1针引拔针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，接着钩织下一组，3针锁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针长针，跳过3个针目，钩织1针引拔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到后片补平及连接位置。到了相应位置，间隔2个针目，钩织一个花样。完成后，继续间隔3个针目，钩完剩余的部分。最后间隔3个针目，钩织引拔针。预留约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头，这样领口钩边就讲解完成了，前后片及袖子也讲解完成了。下面钩织腰部和裙摆，分别在前后片侧边挑针钩织腰部。具体挑针数及挑针规律可参考图纸，挑针规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腰部钩织完成后不用断线，继续钩织裙摆。先来钩织前片对应的腰部，钩织时需要将领口钩边重叠连接起来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具体的连接方法。将织片正面朝上，右边织片在上，左边织片在下，2个织片的起针行最边缘的锁针重叠在一起，固定好。领口钩边重叠位置再分别固定一次。
从织片右边开始接线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到了重叠位置，挑针时，同时挑过前后2个织片，大家继续挑完剩余的部分，边挑边核对针数，大致均匀的挑出对应的针数即可。挑针完成后，不加不减，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行数的长针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腰部钩织完成。接着腰部的线头，继续钩织裙摆，分为加针区和不加不减针区。加针区分别在第1行以及2侧加针，其余部分正常钩织花样。注意加针位置不要钩错。后片腰部及裙摆的钩织与前片腰部及裙摆的钩织方法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，这样腰部和裙摆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整体的连接，将织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，将袖子、前后片、腰部和裙摆重叠对齐，采用钩织短针的方式进行拼接，短针之间一针锁针间隔，锁针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保持织片美观平整即可。由于拼接区域过长，大家可以将织片首尾2端固定好，中间花样对应位置大致均匀多固定几次，拼接时保证2个织片对应的花样齐平。下面为大家提供一个织片的拼接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再拼接，请看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，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度线
将镀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1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这样整体的连接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进行钩边，分为袖口钩边、腰部钩边以及裙摆钩边。先来钩织袖口钩边，将织片正面朝外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时需要减针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减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在连接位置，左边织片的第1个针目上接线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旁边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，这里将起立针和长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减针，接着钩织1针长针减针，先钩织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左边的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，长针的未完成针钩织完成。旁边的针目再钩织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减针钩织完成。继续钩织长针减针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钩织完成后，在第1个长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拉紧。第1圈钩织完成，接着钩织第2圈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旁边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，下面一一对应钩织4针长针。完成后，
钩织一针长针减针，将4针长针、1针长针减针看作一组减针规律，按照这样的规律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长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2圈钩织完成。最后来钩织第3圈，另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一一对应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钩织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引拔针不用拉紧，拉大线圈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然后进行收针，从引拔针位置左侧第2个针目下方穿过，再穿回线头所在的辫子，调整一下。这样收针，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。起针的线头在反面收好即可。一个袖口钩边就完成了，另一个袖口钩边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其钩织完成。接下来钩织腰部钩边，分为2圈。钩织第1圈时，将领口在上，织片正面对着自己，挑腰部第1行，也就是短针行针目钩织。钩织第2圈时，领口朝下，织片正面对着自己，在腰部倒数第2行长针针目上钩织。先来钩织第1圈，钩织方法与领口钩边第4行类似。在腰部一侧接线，先钩织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针长针，跳过3个针目，钩织1针引拔针，然后3针锁针，
同一个位置钩织2针长针，跳过3个针目，钩织1针引拔针。大家沿着前后片腰部钩完这一圈，钩织时下方间隔的短针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确保最后首尾花样衔接，花样均匀分布，整体美观即可。将线头在反面收好。腰部钩边第1圈钩织完成，第2圈钩织方法与第1圈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自行钩织即可。这样腰部钩边就讲解完成了。最后钩织裙摆钩边，在裙摆最后一行的短针上绕圈钩织，方法与腰部钩边类似。钩织时下方间隔的短针数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，这样裙摆钩边就讲解完成了，同时整个裙子也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